盆景装材在培育过程中有一些小技巧值得重视。在以前的视频中讲到了吸尘质的利用、生长中的平衡控制以及缺枝情况下的补枝方法。其中补枝方法是运用最多，也是在造型中见效最快、最实用的一种方法。这是今年2月份对这棵富士三角枫高压完成后拍的。秸秆时把芽点弄伤了。三角枫是结生芽树种，芽点弄伤了不会出芽。确定它不会出芽，进行了补枝。先将干裁到所需要的高度，竖拉一刀，深度至末子部分，用刀尖将皮层斜向拨开。操作时要小心，不要将下部的皮层横向切开。玻璃的宽度大约1公分左右，具体的宽度要依据补上去枝条的大小，能将枝包上就可以了。在装材上面就近取一个枝条，如果枝条较粗，皮层包不下，可将压条的枝削小一部分，皮层朝外与玻璃皮层接触。像这种小的枝，摘掉树叶，直接压在皮层下，不要剥皮。压条的节点不要留得太长，这个与嫁接是一样的，芽点的位置尽量接近干的截面。用胶带扎紧，最后用铝线将枝条扎紧。这一步很关键，扎紧不只是防止枝条脱落，主要的作用是节流，防止枝条愈合后上下同步增粗。这里就是原来压的枝条，节流后限制了它的增粗。上部新长出来的干近2公分，已经裁剪了一次。补枝不仅是要补活，更要补到位。枝条生长的方向、粗细要恰到好处，要使枝条的粗度在控制范围内，尤其是补枝形成的固的部分要到位。如果补出来一个大树瘤，就前功尽弃了。对这个节口进行修剪，让它形成一个自然流畅的过渡。抹上愈合剂。现在可以把这些基本长到位的枝条剪短。这里有2层芽点，像这个季节要多留1层芽点，上部要稍微留长一点，防止节口干枯。把这些不要的枝清理干净。把上部的枝截掉之后，大部分的养分会集中在下部这几个枝条上，尤其是这条副实的枝，它的生长会明显加快。这个副实经过2年的培育，皮层基本覆上去了。接下来是对它进行控养，把整个树形培育出来。这个接触面气温升高的时候，再对它进行翘皮处理，增大皮层的覆蚀面。好了，关于补枝的基本方法，今天就聊到这里。我是山丘农茶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